这次呢，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如果说你拿单次的香港签注，你进入香港，然后再去澳门，再回到香港，其实也是可以的。那么这边的话，打开的网站是入境事务处的网站啊，是比较权威的。那这边点开英私访港啊，下面有一个地方叫附带行程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1-1的一条啊，它这边呢就是随便说了一下啊，就持有效签注啊，一次有效、两次有效、多次有效。那么每一次的话，很多人都以为就是入和出啊，然后就完成了。那么1-2的话，它就说明啊，比如说在访港期间或会顺道到邻近地区如澳门啊，注一的话是2008年9月1号以后呢，去澳门的话。那么就是要澳门签注了，以前的话是可能是你拿通行证有香港签注，然后你顺道去澳门是不用澳门签注的啊，这个也无所谓了啊，反正就是去澳门的话要签注，你拿香港签注，先去香港，然后再到澳门啊，或者说境外短暂观光啊，包括乘船往公海游览啊，一般来说的话，这个境外的话最好不要是去国外啊，我觉得。去公海的话，这个可以啊，我解释一下啊，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其实香港的话是没有赌场，但是香港是有公海赌船的，在天星码头那边是可以坐赌船去公海游轮的啊。那游轮的话，它是会开到南中国海啊，就是公海上啊，然后公海上的话，它就是晚上是有娱乐场的，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赌博的。然后呢，你再返回香港啊，那边上面是有入境处的官员的啊，他就会给你是。出境一次，再入境一次啊，然后把天数会扣1天。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说呢，你先去香港，然后再去澳门或者说去公海啊，然后就这样的话再返回香港的话是可以啊，可以获得再进入香港的。那么后面的话它有说明啊，为方便这些访客完成上述附带行程后取到香港返回内地啊，所以说呢你这个为了方便你啊，就是返回内地啊，那么。如果说你附带行程这个理由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你要说一下啊，就是我从香港要返回内地啊，这样的话比较很容易让你入来啊。那么这边有个 I 条啊，这边的话说的很多啊，其实就很简单，比如说你5月1号去的啊，然后获准到5月8号啊，然后呢你又出去了啊，中间出去到澳门去了，然后你再返回到香港的话，他还是给你到5月8号，就是那个入境值，第一次给你什么时候就给你到什么时候，这有点像从美国到墨西哥，再从墨西哥返回到美国也是一样啊。那么如果说你出去之后啊，刚好又到就恰好那个最后一天啊，然后那么这样情况的话，他会跟你额外1天逗留期限啊。那么下面的话是关于1周1行的，比如说深圳户口可以办1周1行的，包括探亲签注的话，其实原则上也差不多啊，就是按照你第一次入港时候的最后逗留期限啊，给予你入境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的话是很多人啊忽略这一条。那么比如说有朋友啊想去飞到香港，然后入境香港之后玩几天，然后呢再去澳门玩几天，然后再回来香港去购物啊，然后再从香港坐飞机啊，这种情况的话你就适用于这个附带行程。因为现在的话，在内地办理港澳签注的话，在机器上办理的话，只能办理1年1次啊。如果说你要办1年2次的话，反正我是碰到的情况是。要去柜台人工去办理1年2次啊，那这种情况的话，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啊，然后就是先去香港，再去澳门，再回到香港。